们民进党政府看着川普的脸色，川普以为全世界绕着他转，但这个场合里没有川普，川普看了可能不开心。这个是在上合峰会我们看到了莫迪、普京、习近平三巨头见面。非常热情的互相握手群聊大家讲形容叫群聊有说有笑，很开心。其中莫迪跟普京是手牵着手走进来会场，那其中莫迪的笑声叫做魔性笑声，手牵手进场之外表示好感情。莫迪在大家一群人聊天的时候，我很想听听看他的笑声，不知道这里可能听得到。他就是笑得真的很开心他那个这个快要喘不过气来的笑声，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一直笑，看起来真的很开心毕竟他跟普京两个人热情拥抱的画面厉害了。同时狂聊50分钟是在总统豪车，普京特别把他的专车给运过来，同时两个人在上面聊很久趁这个机会，莫迪特别跟普京邀请了。他说呢，14亿印度人都欢迎他这位亲爱的朋友去访问印度。那么热烈的期待，看起来恐怕很快就会有这个普京去访问印度的画面，预计12月份。那同时他也表达了，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之下，印度跟俄罗斯也始终并肩同行。我们的密切合作不仅对两国人民很重要，对于安全、全球的和平、稳定跟繁荣也至关重要。访华结束之后呢，还特别回去在这个社群上面发文，感谢中方的安排，尤其是跟世界各国的领袖进行的交流。那也感谢习近平主席、中国政府以及人民成功组织了这一次的峰会。不过，川普当然不开心那不过呢，大家这个主播真的红了耶！印度主播被称为女性甲亢版他提早到了峰会的现场做连线，他怎么看待这次的事件？过去相对的抗中，这一次完全往不同的方向发展。This is the 25th summit of the SC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dia became an observer nation in 2005 and India got full membership in 2017. So Indian participation is old, but it's never made headlines like it's making now. In the past, the SCO was in the footnotes. Today, it is prime time news. Not because of what is being signed or announced, but because of who is here and who is not here. You know who I'm talking abou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is country is not an SCO member. So, of course, Trump is not here in Tianjin. But thanks to his tariffs, he is very much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重点是谁不在这里呢？那就是川普啦。那甚至还受访受当地的媒体访问说，他认为中印双方未来蕴藏巨大的合作潜力，各自发挥优点，两国大有可为。这跟过去他一直批中抗中的态度已经不一样，因为现在敌人恐怕会不会是没有来的那个大象是川普吗？而川普这几天因为比较低调，比较少发文，甚至还在被媒体社群传出死讯，他赶快跳出来说我很健康，然后立刻赶快发文骂谁？骂这个印度啦。他说印度呢收我们很高的关税，比起其他国家都高，结果大部分的石油什么的还跑去俄罗斯买呢。让他们现在呢想要给他高关税之后，想要提出把关税降到0或想要来和谈示好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他好像误会了什么？印度现在很忙，并没有忙着要跟美国示好吗？在做其他的合作关系。天津上合会，那被形容有8大成果跟一些新的伙伴成员。王毅公开宣布。辽国加入了成为新伙伴之后，现在上合组织已经有27个国家，队伍继续壮大。而中国大陆的部分呢，对上合会的成员国发放85亿台币，算起来85亿的无偿援助那就是20亿人民币。那加一加呢，除了无偿援助之外，还有100亿人民币的贷款，大概台币是425万左右，让这些国家可以来申请。那在中亚地区的一种团结的势力，当然非常具有影响力。而这个共同开发银行的合作治理倡议，看起来天津宣言也就是一种这个所谓合作跟付出支持的概念，比较像是美国队长过去做的事，但美国现在倒过来做，都是在删减包括 USAID 这些扶助的这个预算，同时连金砖国家里面的巴西也被课了50这么高的关税嘛，那也准备要透过视讯召开金砖国家会议，推动所谓 WTO 的改革，也要继续抗议美国对于关税所有国家的霸凌。戴老师，川普一方面释放出讯息，好像跟普丁很要好到阿拉斯加去见面，
双方而且很热情的这个握手啊，而且川普亲自到机场去接啊，然后很愿意去听普丁的意见的想法，然后要解决俄乌的问题。可他一方面又暗中的在整普丁啊，为什么说暗中的在整普丁呢？因为他知道普丁的石油天然气卖出去有2大国家，一个是大陆，一个是印度，另外有少部分是卖到欧洲去啊。那大陆是长期在买，所以你很难去怪大陆。第二个，他也不可能去这个给大陆施压力，因为目前大陆是全世界唯一就是你给我加多少关税，我就整你多少关税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美国他也受不了。那这个情形下，他就找这个挑软柿子吃了。那个软柿子是谁？印度。他就说，你如果再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的话，我就给你加税本来说要加100%，后来实际上是加到25%。而印度占多少呢？印度占俄罗斯的石油40%到45%的出口。那这样的话，等于是说砍掉这个普丁的一大片，例如是接近一半了，不到一半，但是它的经济的来源、收入、支柱一大半被砍掉。这个对俄罗斯在打这个乌克兰战争就打不下去了。所以等于是川普在玩这个2手策略可是问题就在对于这个莫迪来讲的话，就是你莫名其妙，你为什么不找中国算账？你找我算账，你又是不找欧盟算账，因为欧盟也有买你也不找欧盟算账，你找我算账，那我怎么跟我的老百姓交代？我每一年从俄罗斯这边赚了127亿美元呢，那这怎么可以这个当然就闹翻了。闹翻了以后，本来这两个人其实就好像情侣在吵架一样，他们是都在等对方安抚其实莫迪也在等川普安抚他一下嘛，你安抚我一下，我就跑过去拥抱你了嘛。然后这个川普也在等莫迪，你说你安抚我一下，我就跑过去拥抱你了。为什么？因为9月份本来在印度要开 QUAD 的这个会议，而莫迪有说9月份开完了以后，我会到美国去，再去找你川普。那等于是双方再继续拥抱下去了嘛，那事情就了了。结果这个川普就更火大了，他说我9月份 QAD 不去了，那这个莫迪还办不办？因为 QAD 是为了要对付中国的，那莫迪不知道还该办不办呢？这个时候也考验了莫迪9月份怎么自己再跑去美国呢？那怎么办？莫迪的方法就是突然间移情别恋，是假的还是真的，没有人知道也就是说，反正我的大情人现在对我有意见，我就找我的2情人、我的3情人就是老2、老3、老4、老5，我开始去跟他们示好。那这样的情形我们就看到了，他到了天津的这个金砖上海合作组织的时候，你看他跟普丁亲密的不得了手拉手、拥抱、同坐一班车就这样子谈的有完没完。然后2个人联袂的去见习近平。你看那时候在会场中的时候，哇，这个2个人使出浑身解数，就是要希望说创造出中俄印3者之间非常好的关系。那当这些画面当然第一时间就送到美国去了，这个川普已经是气急败坏了，快要崩溃了川普已经是怒火、忌火这种妒忌的忌那个整个飙出来了。你即使关税降到0都没有用了，来不及了。而我们看到纳瓦罗更是破防了，纳瓦罗就崩溃的跳出来了。那个莫迪，你脑袋到底坏了没有你应该来拥抱我的，你应该来爱我的，你怎么可以去爱普丁？你就可以知道美国撑不住了那莫迪成功了，因为他最有效的让这个川普的嫉妒已经到崩溃的边缘，了不起，厉害委员的确上合峰会代表一件事情的意义，就是世界秩序不是川普说了算。我跟你讲，这里要注意一下，印度其实是他的外交非常灵活，不要说狡猾，这是非常灵活。他们做生意也是一样，这个搞外交一样，太灵活。今天如果美国稍微对印度让步一下了，我会告诉你，他马上就对北京就开始要冷漠起来。牵手牵给谁看？给川普看的所以他这次去是他很感谢嘛，就是说上合组织提供他一个演戏的一个场所嘛。
你看他跟这个普丁这种样子，就这像在热恋的人一样，拥抱别人还牵着手，对不对？我们在幼稚园才干这种事，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普丁也配合他演嘛，也需要他配合嘛，就进到车子里面，在车子里面谈50分钟，如果是一对情侣的话，那真的是。对不对？所以你去想想看，这里面他们谈了多少秘密，他们面对面谈了多少的秘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相信美国大概他就是要让美国非常的生气。然后川普讲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事实啊。对，他讲说譬如说普丁讲这个莫迪讲的，那你说原油啊，中国大陆买的比我多啊。按说天然气买最多是你的好朋友。是欧盟欧盟买最多，过来才是中国大陆，印度根本专门修理我，印度还在很后面，接着是日本，过来是南韩，过来是土耳其，过来是台湾，他都排在台湾后面了，所以他当然很火大。所以呢，川普就补一刀，这一刀补的实在是没有道理。他说你买武器，你都买俄国武器，其实你去严格看，印度这么多年买武器，他俄国的武器越买越少，越买越少，他买谁的武器多呢？你看法国，那这次跟巴基斯坦打仗，他那个标风战机不就是法国的吗？还有以色列，然后接着跟美国，他其实跟美国正在谈几个大案子，所以跟俄罗斯买武器的那个趋势是向下走的。那你就会讲说，那他还怎么继续跟他买？我告诉你，武器不是买，说我今天给你买，明天开始我不给你买了。你不跟他买武器，你的零附件怎么来？对，维修，你的飞机、你的坦克车。那些零附件从哪里来？你的战车，所以说它的尤其是陆军的装备，你买了以后，你大概就很需要，可能要10年、甚至20年，你就要继续买它的零附件嘛。所以川普用这个一个理由去骂印度，印度当然是很不服气，而且坦白讲，对俄国来讲，谁买我最多就是最重要嘛。买最多了，像石油当然是中国大陆。那美国自己为了找下台阶，他的财政部长说他买的是因为他自己在使用的，印度买了以后，他把它炼制了以后，又把它卖给欧盟的国家。我跟你买了就买了啦，要看那个数你就买多大买多小，第一买家第二买家嘛。所以美国是自己找下台阶。不过我讲老实话啦，美国惹他又惹巴西，你惹中国大陆，又惹了印度，又加上巴西，你简直替那个金砖这个国家组织铁板而且金板对你简直是在帮他们加分啊。哎呀，所以各社会秩序真的不是真的他说的算。看看巴西，不管是印度，他们常做的做法都是其他的合纵连横，就是要对着美国继续硬干啊。那我们看这个上合组织在天津召开这个会议，我认为是搭了一个平台，这是俄罗斯的普丁总统也好，印度的总理莫迪他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平台上做互动，因为其他的只是一个点到点的面对面的访问，但是这个平台，他们各国的领袖都会在这个地方碰面，然后这个刚好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在这互动或者交换意见的一个场合一个机会。那为什么这个莫迪跟普丁比较受重视呢？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70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然后印度人口最多，14亿3000多万人是印度人。那这样两个在那互动，又有市场，又有这个领土，有领土就是有资源嘛，它有这些矿的。而且这俄罗斯跟印度，它两个互补性比较高，竞争性相对的短。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卖能源，印度就缺能源啊。印度现在都在这个工业发展，需要这些能源，刚好俄罗斯需要什么？俄罗斯需要钱，因为他在俄乌战争要打仗就要钱，然后卖这个能源刚好低价的卖给印度这些他就会处理，可能转手就赚了一笔，但是俄罗斯就进账。还有这个印度跟俄罗斯间，以前很多印度的这些武器装备是买俄罗斯的，苏凯战机、苏凯35，还是 S400的地对空的飞弹，还有现在到印度也想买俄罗斯的苏凯57，只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现在这俄罗斯的武器的外销降低了，但是印度它需要啊，它只是后续的这些零件的补给保修的也要向俄罗斯买啊，所以这也变成武器市场的需求也拉近了印度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另外，印度还向俄罗斯买大量的肥料，
印度也是在发展它的农业，农业要肥料，向俄罗斯大量购买。那这样的话，或者都是互补性呢，竞争性就不多，所以他们这边有相互的需要性。另外我们来看呢，这是这个上合组织啊，一直聚焦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它还会继续在它的组织会慢慢还会再扩大，因为这是个平台之后做出来的，感觉到平台好像功能蛮多的，不加入好像会吃亏，因为中国大陆也在大傻逼，这个送钱给别人，贷款给别人，好像不参加好像会吃亏所以我认为上合组织将来的这个影响力还有成员国还会持续增加当中。接下来看看印尼，印尼在一连串的这个抗争活动已经进入了第9天，哇，这个人死亡还有被逮捕人数越来越多，死亡人数增加到6个人，而被逮捕人数已经有1200人，而且呢，不只是单一的城市雅加达而已，各个城市都出现了各种的示威，而且都有冲突，整个经济损失根据政府方面的估计，至少已经达到了550亿的印尼盾。那在这个抗争的画面里头，还看到了各个的地方印尼人示威的升温，当然因为有一位这个外送员活活被撞死的画面，引起了更多的激愤，以至于让整个抗议都失控。那看到画面里，包括了地铁、公车站、派出所都被烧了，这些焚烧各个公共的区域场域去攻击，那跟警方产生冲突，已经是到处都有像野火燎原，连派出所都被陆续的不断被人闯入跟攻击，而印尼的示威暴动，现在最新消息已经到18个人死亡了。军队进驻到首都关键地点呢，还都部署各种狙击手，随时要控制这个失控的画面。但印尼的示威呢，联合国却谴责哦，他说根据调查结果，有过度使用暴力去镇压的情况发生，才会造成民众的死亡吗？为什么印尼的大规模示威会造成这么大的冲突，这么多的民愤呢？当然，主要是来自于一个相对剥夺感。因为印尼的议员呢，除了每个月有1亿印尼盾，大概新台币18.6万的薪水之外，还有每个月5000万的补贴，就台币9.3万的补贴去补助住房，都是最低工资的20倍。对比印尼人15到24岁，大概4400多万的年轻人里面，只有16%属于失业状况的，更何况都是低薪的状态，是泰国啊、越南的2倍多还要严重。所以100万人口的劳动力只能投入非正规的工作，没有享有安全保障。所以这个画面是什么？是让大家不是网络上看到的这个画面，让大家非常惊悚，就是在示威很多的群众里，突然一架坦克突然冲过来，撞死当街，就在大家的面前活生生撞死一个外送员，民愤整个烧起来。印尼的暴动陆续在发生，越南专家甚至分析这是越南的公安部的前主任说，他认为其中有重要的角色是 CIA。美国中情局扮演的一个角色，影响了让整个活动产生了越来越失控。到底是谁引起了这些民众的抗议，而让整个社会秩序大乱？那么他认为主要是要削弱印尼在金砖国家上合会的影响力。因此印尼总统是第一时间只好宣布他不参加上合会了。这会让上合会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不如瓦解它。那2024年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印尼的3组候选人里面，主要2组在对抗。那其中相对被认为亲中的普拉博沃，其实他跟美国关系也很好，只是他的副总统用了一个跟中国相对友好的总统的儿子当副手。那在美中冲突当中，一直希望保持不结盟，想要取得美中的平衡。而这位亲美的阿尼斯一般这样被评价，则是相对是唯一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也是美国相对信任。难道是想要透过这一些不安定的氛围，让他自己属意的这个美国想要的候选人真的上来吗？想要亲美，把原本的政权给推翻吗？那其实国际社会很不安定，包括了阿富汗其实真的很惨，过去呢不停的在战火蹂躏当中，现在又有一个强烈的地震，强震规模6.0，看到透过画面看到这个震源深度才8公里，极浅层，造成了这个是礼拜一的大概11点多，快要12点的时候发生的，造成了812条人命被夺走，现在一定还在持续搜救，数字还在攀升，因为房屋倒了一片，你看都变成好像断垣残壁的情况之下，2800人以上还在持续增加的数字，都在困在这个瓦砾堆里面受伤了。那依据阿富汗的需求，中国大陆说，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能力，还有
提供救援物资去协助当地救灾，而美方呢，则是相对只是发文表示对死者表示哀悼，口惠而不实，没有做什么。那以至于联合国还批评因为是美国削减了阿富汗的一些人道援助，其实也是因为美国去经济制裁而造成了很多人道上的这个议题，才需要再援助一些包括物资粮食等等。结果呢，因为2022年的38亿美元被大幅削减到现在不到8亿，当地赈灾产生了很大能力上的问题，直接希望趁机让塔利班下台嘛？这里是人间炼狱戴老师。这段时间大家的经济都不好哈，过得都不愉快我觉得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的贸易战，他的关税政策，他对于全世界广收这个对等关税从10%到20%、19%，最高到50%，这样的一个情形，把全世界的经济都搞乱了，把全世界生产供应链都搞乱了。我们看到原本这个经济非常兴旺的亚洲的尤其是东盟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出口都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印尼不好，泰国也不好，这个越南也不好，我们看到大家都不好。其实马来西亚也不好，前段时间马来西亚也有抗议潮，泰国也有抗议潮这个缅甸也发生了政变，然后越南其实也都很不理想。也就是说，整个世界欧洲那是更不理想的，其实都一塌糊涂。现在就赌美国好，那问题就在大家都在估计下半年以后美国开始不好了，因为它的关税的副作用开始产生以后，美国会怎么样？不管如何，我们看到这个印尼的经济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议员怎么会蠢成这个样子？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这个加房屋津贴3000美元呢，每个月，不是1年呢，每个月3000美元，在印尼来说的话，这个等级实在是落差太大了。您刚提到了基本薪资的20倍，就只是为了提高房租津贴，这个也已经实在是太超过了。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导火线，可是是谁点的火？因为时机太凑巧，所以很多人都会从这个阴谋论里面来推，而且他这个阴谋论基本上来讲都有它的依据，都有它的推理在。那阴谋论一定往 CIA 来推了，为什么？因为刚好就在这段时间内，因为时机实在是太奇特了，太诡异了，然后刚好就很早，印尼的总统就已经宣布，他不但要去参加金砖会议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而且接着他要到北京去参加93阅兵。那这2个讯号就代表，第一个，印尼他原来一直维持的是中立嘛，他除了是自己加入这个伙伴国以外也就是东盟的这个组织以外，印尼在这段时间内对于美国跟以色列，尤其是以色列所发动的对于加沙地区的大屠杀很有意见，对美国匹附这个以色列他更有意见，所以印尼跟美国就是印尼的总统，印尼跟美国的关系是紧张的。好，但是问题来了，一旦紧张，印尼往中方这边靠的时候，大家就怀疑应该是 CIA 的手笔了，也就是要破坏阻止印尼的总统去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他们的伙伴国，再破坏他到北京去参加93抗战胜利纪念日。我觉得很多人的推断，尤其是越南的推断，都认为这应该是 CIA 的手笔。你就可以知道 CIA 的声明真的是叫臭名满天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印尼的暴动第9天还在持续，也特别提醒，如果要到当地去要很小心，因为现在是非常严峻的，有1200人被逮捕了，很多地方包括公共设施、议员的住宅等等的都被闯入放火啦、焚烧，甚至死亡的人数也在累积当中。委员，其实华人要特别小心，你知道，在所有东南亚国家里面
那种反华最激烈，华人受伤很惨重的，其实是印尼。不管是苏卡诺当总统的时候，或者苏哈托的时候，都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排华，讲难听有点烧杀掳掠的味道。所以后来很多的华人会离开这个印尼，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他国家都还比较的温和，没有这个样子。那现在的这个总统普拉博沃，因为他当过这个国防部长啊，他是军人这个出身，我记得好像在特种部队也待过，所以军队他可以抓得住了啊。所以一个社会里面，其实真正要动乱啊，就是军队不再接受这个政治的领导，那这个可能就会出问题。现在他是国防部长这个出身，而且他以前是苏哈托的第2个女婿，不过夫妻已经分居了，也就是他长期跟军方他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应该这个局面不至于像以前闹得这么大。但是我说为什么华人要小心呢？华人现在大概占印尼人口的4%，其实就某点来讲也很不容易论断了，你知道？就是说你要自己承认你是华人呢，或者你要有华人的血统就算了，这个不太容易。但是一般认为大概还有4%，大概就是1500万人了。说老实话，人数也不少。可是以经济上来讲，华人显然就是属于比较富有的阶级，好，所以这个是很容易被煽动，让人家调准矛头啊。本来是反政府的这种所谓的自肥，这国会议员的自肥啊，然后政府的经济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推动无能啊，但是很容易就被调转矛头指向这个华人。至于讲到说可能是美方在后面，我不知道。不过这个阿尼斯就上次选总统没有选赢这个人，他当过雅加达特区的这个等于是省长或市长，他的前一任就是中万区，我们叫阿霍。那个广东梅县这个华裔的这个阿霍嘎，那所以这个人呢，他念过马里兰大学，后来在北伊利诺大学拿了博士。他的确以他言行来讲，他是亲美，而且他是非常反中所以很容易就变成反华，这导致华人真的，我希望他们都平安无事，因为台湾人在那边也不少。现在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印尼的暴动现在看起来是越演越烈的，没有可以控制下来的这个趋势。因为积怨太久了，我们的印尼人口非常多，2亿7千万人了。大家可以看看，在这个那么多17000个岛屿上面住了2亿7千万人。最重要的问题，印尼是我们讲的贫富差距太严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近来从726、823尤其是823的过程当中，这个2创影片带给大家非常多的欢乐。那其中中分头内外交迫，也让大家看看这一段新影片带给大家很多的有趣的分享。这群暴民是疯了吗？竟然敢这样对自己的校长？难道是不喜欢我的团结思想吗？怎么办？难道我的校长地位不保了吗？原来如此，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子民们，你们的中分校长回来了，看我的中分，一点都不乱哦。中分手就可以止跌了吗？蛮好笑的因为现在是不是变成大家的笑话，甚至是票房毒药了呢？
根据吴子嘉他的爆料，过去有一段时间党内如果要选什么，一定要放上赖清德才行，代表我是赖系嘛，尤其是陈亭妃要放特别多。现在吴子嘉爆料啦，在高雄的看板，默默消失的是谁？赖清德不管是赖瑞龙、许志杰，这个画面本来都是站在一起的，怎么赖清德不见了呀？看起来负面指数这么的高，立刻让这些民进党人都吓坏了，立刻丢包赖清德到这个地步了吗？这个是联合报的分析认为，柯建铭跟龚明鑫凸显的是一种难堪的处境。龚明鑫才刚刚上任就因为一些这个要立委填拜会时间表，让他立刻要道歉。所以呢，内阁改组原本期待要挽回颓势，因为也很小幅嘛，结果越改越乱，换了几张小小的新面孔，却暴露了2个矛盾。新人一上线就失分了老将早该退，但死守不下。他说他的任期到2月，他没有要下台，所以改组没能止血，连这个党团都没办法改组，反而把赖清德的危机映照的清清楚楚。尤其对外呢，对于美国方面更是很严峻，根本搞不清楚，连大气不敢吭一声。当然那天这个823投票的时候，我们都以为黄仁勋是来台湾催票的，因为想帮忙站台辅选能源议题、公投议题，不是。当时很多传闻，为什么24小时来去匆匆？是来帮川普传达什么讯息吗？结果现在有包括了《今周刊》《镜周刊》等等，都做出了这个分析，是因为有一些所谓经济还有知情人士的专家说恐怕他是帮川普来传达一些意见，游说魏哲家的，说台积电应该要比照辉达啦，或者是微软啊，他们做出的分润美国政府15%这个要求。那这个当中放宽 AI 晶片对于中国出口的同时，这个同时15%的回扣要给美方啊。那这种换取持续出货资格，是不是黄仁勋衔了川普的命，快一闪台北来游说右哲家呢？那他当然就很重要，是不是也影响了接下来川普对于台积电的态度呢？那很罕见，台积电一向很低调的。像很罕见的在上次跟黄仁勋吃小吃店的时候出来回应记者一样，这次台积电立刻发了声明澄清，没有这回事，纯粹黄仁勋只是受邀到台积电来影响，就可以来个24小时吗？那当然还有于北辰现在我们在两岸之间的关系呢，要明天9·3这个大阅兵引起国际上很多的关注，那民进党一直把它当成就是台湾最危险的一个讯号跟象征，可是呢，要不断的增加国防预算的购买，却不帮这个军人加薪。那于北辰要帮忙洗地啊，说不加薪这个立法院虽然通过了，还是不加的原因，他就说呢，因为为了当军人的话是佣兵，要爱国，真的当军人不是为了钱。结果过去的言论被挖出来说，2016年于北辰就酸过义务役才加薪2000没用应该直接加本俸嘛。义务役加2000只是赏味期嘛。一段时间没了，应该直接调整薪饷本俸。明明是2016年他这样讲的，如今就要帮忙说，哎呀，军人不加薪很正常，不应该也不用加薪吗？那像这种惯老板被很多的这个外界批评，这个叫做你看看，光选择提前退伍的志愿役的士官兵有多少人？原本2020 401人已经算很多了，结果现在直接到2024已经增加到了1565人，增加了4倍。那月薪再比比，你说哇，这样薪水不能为了钱吗？你看看人家国军的月薪，士官才48720块起跳。法国比一比，外籍佣兵团他们是月薪台币14万起跳。那比一比，你本来这个军人所要承担的风险更高，你要有更高的诱因，不是吗？而国家机密一天到晚讲是我们一般人像如果退伍的人或任何人到大陆去都有泄密的疑虑。结果真正泄密在这里啦，中科院又爆发了一个拿机密兜售的这个案件。黄国昌提报的，中科院过去几个月来，居然有人呢从内部拿着彭园院区智慧监控直管系统的这个标案，还有机密文件到处去兜售。你看立委那时候要的资料拿出去就说哇，你机密害得我们国家泄密，可是呢，却有内部的人员不断的去跟厂商兜售。他认为这个倒不可思议，到处要钱，恐怕是一整串的军事采购的弊案。因为光中山科学研究院不仅执行国防部的各种军事委托的研究案之外，还负责产制维修国军的各式系统。
每年的武器从国防部拿到的预算就高达近1000亿，所以当中却可以被拿来，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国防机密被泄露啊！但是呢，发现资料复印异常，中科院才发现，也证实之后说8月14号移送了现址部，但两岸之间的机密何止于此？现在都是想象的啊，这才是真正的泄密，包括总统府、外交部内部的人员，而台海在空中的互呛哦，这种情况恐怕是越演越烈。这是来自于军事粉专最近公布了一段音档，显示双方飞行员互相的激烈口角。听听这段画面。早点把这个台湾干掉算了。知道自由为何物吗？可悲啊！就等着打你吧，哪一天炸你去。讲脏话，你们应该是全世界第1名，悲哀了。自以为是，悲哀了。全世界自由度倒数前几就是你们，还不知道要站起来，还在帮共产党，这就是你们自作自受啊！一辈子都站不起来，活该。其实聊蛮久的哦，这很像网络上乡民的语言了。这种仇恨跟互相的冲突，恐怕也是一连串炒作下来的结果。委员，对，我先讲一下那个高雄的事情啦，因为其实这个高雄现在大概市长，民进党要拼这个初选，国民党当然没有这个问题。那赖瑞隆、许智杰当然都希望被提名嘛，因为看起来林岱樺未来会有一些问题啊，党里面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喜欢他嘛。那当然是剩下还有个邱莹，这个看板哦，其实是政治人物的温度计啊。啊，我们选举过的都知道，所以我们对看板特别的敏感。有些你就看到看板上面候选人要跟谁放在一起，被放在一起的那个一定是在选区很受欢迎的人，至少是没有正义的人。但是多数是当红的榨汁机啊，最受欢迎的找你去挂这样子。那现在你把这个赖总统的这个照片拿下来，然后挂上你自己的独照这样上去哈，这坦白讲也蛮冒险的。你这样做的结果，不可能人家都不会发现的。也不可能人家不会去告诉这个赖总统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他们就有很现实的考量嘛，就觉得说你现在民调低了嘛，所以呢我跟你连在一起的话我就要倒霉啊，所以我就干脆先不要挂，然后过一阵子你民调可能高了，我再把你放回去，或是哪个人民调更高，我们民进党里面我也把它放上去，大概就这个样子啊，这是很现实啦。不过这小地方就看出政治是有很现实、很无情的那一面了哦。我对吴子嘉，不是对吴子嘉，我对这个俞北辰讲这个话，我是感慨很深的哦。那以前当军人哦，很多是什么？是来自哪里呢？职业军人啊，考官校啊、幼校这些。眷村，他的爸爸可能是军人，他的祖父可能是军人，所以他认为像他的祖父、像他的爸爸一样当个军人啊，这个保护中华民国啊，这个他认为是一件很光荣的这样一个事情，而且也会变成文化。你在眷村里面哈，你就是除了军队以外，军人味道最浓的地方就在眷村嘛。左边呢可能陆军官校，你的邻居；右边呢大哥哥可能念空官，所以你就很容易就跟着去念军校。但是你不能期望，你现在再去回去再做调查哈，我相信眷村当然也很多都已经改建了啦，但是呢，就是军人背景的住在眷村，现在如果依然在的，他孩子去当军人的比例，我认为会降低很多，会降低非常少。所以我们要去讲一件事，就是说，你俞北辰是认为说，当军人也活该，就是职业军人就是活该要倒霉啊，你贫穷那是应该的。我说这是不对的。我告诉你，当军人自己拿的薪水很微薄，自己很辛苦以外，你家一点不辛苦吗？搞不好你已经结婚了啊，你还有小孩啊，怎么养活他们啊？你的爸爸妈妈呢？要不要人养活呢？所以多给一些钱。我告诉你，当军人是很不自由的。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当军人？你在军队该睡觉的时候你就要睡觉，该起床就要起床，该演习就要演习的。该踢正步你要踢正步，现在虽然没有踢正步了，所以我跟你讲，当军人真的是很辛苦。我认为多给钱是应该的，不要只有讲嘴巴爱台湾。至于俞北辰，我真的不愿意讲他，你知道吧？
我只是我讲飞机升等他而已，一点乐趣都没有。我讲他，我就问你，你自己当过职业军人，你也当到少将下来，你应该最了解当军人的辛苦。你今天不管你的政党背景是什么，你是什么颜色，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以你的背景来讲，你最应该支持的是军人。那对军人加薪，只是我们应该对军人回报的最起码的这种做法。是，那老师，其实今天财经媒体最大篇幅在关心都是台积电这个消息，川普到底要什么？那大家都知道他要的是利益嘛，包括了要台积电到美国落地而已吗？他要关键技术，他还要更多的钱抽成，是合理有可能接下来被要求的方向。虽然台积电现在否认了，但现在的确是台积电非常大的危机。当然是因为对于美国的川普来说的话，黄仁勋的英伟达已经开了一个先例了嘛，辉达嘛，辉达已经开了一个先例了，说如果你让我把 H20或者是未来的30能够卖到中国大陆去，我愿意把我的利润的15%贡献给你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先例。那既然一个私人公司都可以这样做，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那我为什么不能够要求台积电也要如此？第二个，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还有一家公司英特尔，他也开了另外一个先例，就是本来拜登啊，他说我希望你的半导体在美国发展，所以我给你补助120亿美元。结果川普上来了以后说，你的总资产额是1200亿美元，所以你的120亿美元，那就赚10%的股份，所以这10%的股份就是美国政府所有的，不然的话，你那120亿美元要还给我美国政府。他就这样子就拿下这个英特尔10%的股份。他本来也想拿台积电嘛，因为当时台积电投资的就是650亿美元，而美国补助了就是65亿，所以他认为那也是10%嘛。不过被计算以后说不对哦，英特尔才1200亿，但是台积电是1万亿，1兆美元，1兆美元那就不是65亿咯，因为那是美国厂才650亿，这个时候美国总是不能够用65亿吃下你这1兆美元的台积电嘛，要不就是我们钱退给你，而且我工厂可不可以迁回台湾啊等等的，他们就说那就不一样了。可是问题就在于，有了辉达，有了英特尔的这个案例，他怎么不会想要吃更多？所以你台积电，你如果要卖半导体给大陆，那对不起，我也要抽了。不管你是从台湾厂出去的，或者从美国厂出去的，我都要抽。如果这个真的是消息是属实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太超过了？你如果真的要抽，你只能从这个美国厂抽嘛。那也就是说，美国厂的台积电是不是你会允许它把先进制程的这些晶片从美国卖到大陆去，然后你再从那个利润里面抽出15%嘛？这才是合理的，因为这个就跟辉达是一样的逻辑嘛。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太超过了。第二个，您担心的是，也是我们一直担心的事，就是先进制程是不是全部都要移到美国去？技术全部甚至被掌握。如果这些先进制程的技术、人员、设备，然后半导体厂都移到美国去的话，台湾还剩下什么？而且如果它的数量够大，就会形成一个群聚。那台湾的所有的上下游厂商是不是一大片移过去了？那台湾更剩下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对台湾来讲一定要守住，这很重要。另外，俞北辰有时候我们觉得，坦白说，不能够以你的今天去批评你的昨天。为什么？昨天你当佣兵，因为他自己认为说，自愿役的职业军人就是佣兵嘛。昨天你当佣兵，你要求加薪，你今天不当佣兵了，你当了这个议员，你拿到更多的钱了，你就开始谴责当佣兵要加薪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现在台湾社会有各种荒，有教师荒，有医护荒。将军其实在军方现在根本也是兵源非常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那加上又两岸搞得好像要兵凶战危，以至于立法院通过加薪都没有办法实际执行落实，成为现在军方的很多的讨论。大家谁还要从军啊？居然还有俞北辰这样的说法。我认为立法院都已经通过要给军人的自愿役加级来加薪，
那这样子的话，那都已经通过啦，就要编列预算啦，就赶快发给这些职业军人，因为我们现在职业军人招募不够，部队的编线比不足，然后退场的机制又多，给军人加个薪，我认为对军人不要吝啬，对军人吝啬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安危机。而且以前民进党在联改的时候说军人是米虫，对军人造成非常大的心理的伤害，怎么可以讲军人是米虫呢？我认为这个台湾这个80年啊，这个光复80年下来啊，军人对台湾贡献最多，光复了台湾，牺牲非常惨重啊。明天就是93军人节啊，这个牺牲了321万多的国军将士，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才光复了台湾嘛，把台湾拿回来，光复了台湾，然后也守住了台湾。你看台湾，然后也让台湾顺利的民主化，没有国军守住台湾，台湾早就被赤化了。怎么会有民主化？所以台湾民主化最大的工程就是国军。那现在少子化，招募不容易，给军人加点薪，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嘛。你加个1万2万，我认为不多哎。你看跟西方国家比，我们不要讲，我们讲的新加坡好了。新加坡同样等级的公务人员还有军人，同样等级的新加坡的军人待遇的薪水要比他同等级的公务员高20%，就是这个样。他们对军人一定要好。因为军人平常牺牲自由，打仗牺牲生命，就这样。其实军队里面的阶级的那种分层非常明显呢。你阶级越低，你经常被管、被限制，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意志去做。因为军队它是很讲究的是严谨、严整，讲究的是命令，军令如山，军纪似铁，非常严整的，那他才能形成战斗力嘛。那他就做了非常大的牺牲。给他好点的待遇，我认为不为过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对军人小气啊？你让军人让他无后顾之忧，好好的去备战、去练兵，然后呢，让他有一些好一点的待遇去照顾家里嘛。因为他们家里他没办法照顾，军人都晚上住在军营里面，也没办法回家，只能利用休假的时间回家。平常的时候都在部队执勤、待命、驻队、留守，都在做这些事情了，没有像外面回去就回去了。下班就走了，不是拍一拍就走，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对军人我们要另外的角度来思考，尤其在少子化的现在，我认为当个军人想要去招募，我认为不好招了。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一个宝贝，或者是只有2个宝贝，他怎么会把他的孩子轻易就放到军中去那边接受那么严格的磨练呢？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呢，就是这次内阁改组，我认为该换的人都没有换。你看那个，我认为内政部长他一直要想改名，把中正路拿掉，要花多少几十亿来改中正路的名字。你看他没有换掉为什么没有换掉？我认为最应该换的是他。我认为行政院长也要换掉啊。行政立法院通过多少，行政院都复议又失败，那该下台了。大罢免本来就是他要去背锅啊，大罢免大失败，因为行政团队完全荒腔走板，没有行政能力嘛。行政院副院长要换掉啊。到美国关税谈判，就有没有谈判经验，也没有经济的背景，就谈判，就谈判的结果，这个一无是处，让我们台湾的现在的企业界，我就问过他们说生意好难做哦。他们现在是做一个礼拜上3天班，其他我们讲无薪假，变成这个状况，创了个新高，变成这样，对，创新高，树上说，我认为该换的赶快换掉，赶快换，你再不换啊，我看赖清德的民调还要继续溜滑梯，都已经雪崩式的跌了。我认为赶快要止血，该换的赶快再换掉。